共產黨他雖然想打造一個平等的社會，最後打造出是一個階級森嚴的社會。退休金呢，最能夠表現出，然後退休到2200到3000萬，大概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呢，大家都很清楚，退休的養老金呢，平均差不多6000到7000塊這個人民幣，算台幣的話，差不多27000到差不多4萬塊左右。農民呢，各位很清楚，200塊錢。大家好，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無馬看中國，我是主持人張宏林，再次感謝收看我們的節目哦。最近台灣之前一個民調說，哇，竟然有將近20%的人說，如果沒有戰爭的話，願意變成這個所謂的一國兩制，變成香港，變成澳門也無所謂哦。這顯然大家對於中國的體制並不太了解。今天我們就從一個角度來切入，也就是談官員的犯罪率哦。其實我們可以從很多的角度來探討哦。一般來說，當然我們認為在社會，大家認為是較為貧苦底層的人犯罪率會比較高。可是我們看到中國顯然在官員犯罪的比例的樣態跟它的制度有非常大的一些關聯。其實連中國，我看到他們的這些人民大學的統計都有說過，很多的犯罪60%都是一把手來獨攬，這就知道黨領導政在這關係之下，這個中國官員的樣態跟大家所想象的是不大一樣哦。然後我們看到習近平也以打貪腐來起家，但感覺怎麼越打越貪哦？這到底背後在演什麼戲哦？所以我想我們可以讓大家了解一下，透過我們在看到中國官員的犯罪率這件事情，顯然可以值得讓我們好好了解一下。這次我們就要破除一些認知戰，讓大家真的不要天真的以為美好的共產主義的領導會是一個說你期待的美好新世界哦。那我們今天請到來幫我們破解的，當然是我們台大政治系的名譽教授閔居正老師哦，好，來幫我們解析一下。閔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老師，我想這題目大家應該還蠻有趣的，尤其特別是從中國的這些官員犯罪的一個樣態來做一些討論。過去來說，當然一般來講是民眾因為整個經濟原因去做這些所謂的一些犯罪哦，但在中國一直有很高的比例是什麼高官相關的犯罪哦。那尤其他們握有一些權力哦。有更多的這些主導的一些在制度面，甚至在主導許多甚至控制司法的樣態之下，這個部分對我們來講，包含這些中央委員軍委的這些委員都是其中我們掌握較多資源的部分。那同時他們落馬率被起訴的部分也很多。現在這個半帶有一點點清算鬥爭的味道了，不過我想還是遠遠超出我們所謂過去比較的一些水準哦，所以老師怎麼看呢？對啊，你剛剛講到說這個犯罪率，官員犯罪率，對每個國家官員的犯罪，從古到今都是如此。所以為什麼要約束官員的權利呢？就在這裡。所以你在國會也常年這個工作嘛，然後也很清楚就是怎麼監督。當然了，我們曉得你說被監督者會犯罪，會貪腐對吧？監督人也可能犯罪啊，所以問題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他監督管道是多元的，而且很多是外部監督，不是內部監督。你說內部監督有沒有？有用，但是不及外部監督來的有效，而且內外都存在的話呢，可能這監督會變得更加有利。最近我們看到一些數據，一些大陸發布的數據呢，或者大陸這個老百姓做出來的數据，我們覺得非常有趣，所以值得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就先從這個犯罪率談起。有一篇文章，很短的文章呢，它比較了從一般老百姓到高官的那些犯罪率呢，這是非常發人深省。簡單說呢，就是根據這個高檢的那個年度工作報告，有最高檢察院的這個年度工作報告，那全國呢每年呢大概起訴的這個刑事犯罪人呢，大概差不多100多萬，一般來說差不多160到180，大概你180算是高標了，160算低標。你就算再加個10%，加到200萬也好哈。那你這13億人裡面，我為什麼不算14億？我等下講給大家聽。在13億人裡面呢，他犯罪率佔多少呢？大概差不多0.14%，連1%都不到。也就是100個人裡面呢，犯罪的不到1個人，大概1000個人裡面有1個，這樣講會比較清楚。1000個人裡面有1個到2個犯罪，只是一般老百姓，這樣大家慢慢有概念了。好，那一般黨員呢？
黨員現在差不多是9000萬到1億人左右嘛，相當於一個比較大的國家了。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數字就是去年呢，當然前幾年反正每年上上下下，去年大概多少人犯罪呢？黨員呢，差不多98萬，所以這樣算下來呢，差不多1%左右。剛剛講說一般老百姓呢是0.14%，然後黨員呢到0到1了，那這樣多少倍呢？這樣差不多不到10倍了，這樣差不多7倍左右。好，也就是黨員犯罪率是一般老百姓的7倍。好，那我們再往上一個檔次，中央委員跟候補中委。那我看到最早計算的數字也是不對的，因為它只有205人來算，205是中委的數字，你還得把這個候補中委加進去，候補中委大概170、171左右，所以加進去這個分母呢應該是376。那麼如果用300多人，350到370來算的話呢，從18大一路算過來呢，18大呢大概差不多是9.2%，不到10%。剛剛講說黨員是1%，對不對？18屆的中委跟候補中委呢，大概是10%了，快10倍了。對啊，黨員是老百姓的7倍，中委呢是黨員的大概10倍左右。好，当然现在稍微又低一点点，因為現在20屆到現在呢，在2年左右嘛。好，那現在抓下去的這些中委跟候補中委多少人呢？14個人，所以14如果除以205加171，也就是中委跟候補中委算起來，那犯罪比例多高呢？3.7%。那比剛剛講的那個1%呢，又高一點點，比剛剛講的10%又低一點點。所以我們一般來說呢，大概中委跟候補中委犯罪率呢，每一屆犯罪率呢，差不多5%到10%，已經是剛1%的5到10倍了。好，那這個是中委跟候補中委。我們再往上想，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员以前是25人，現在是24個人。這24人這一屆現在倒台多少個呢？3個。所以3除以24佔多少呢？12.5%。啊，比剛剛講說10%呢高一點點，比那3.7高很多，比1%呢那高，當然高太多了，高10倍。好，這是政治局委員。那現在最讓人瞠目結舌的這個數字呢，來自於中央軍委，大家都很清楚。我這樣講完，大家已經算出來了，7個倒5個啊，剩下2個，所以5除以7，多少？71%。所以中央軍委犯罪率最高，而且犯都不是輕罪啊，犯都是重罪啊，懷有2心啦，通國投敵啦，或者說這巨額貪污啦，影響什麼什麼等等之類的。所以各位看到，我們剛剛講說，一般老百姓呢是0.14%、0.15%，然後這黨員呢是1%，然後到了這個中委的時候，差不多10%上下，到了這個政治局的時候呢，就12點幾，然後到了軍委的時候呢，71%。所以這樣很清楚說明一件事情：官越大呢，越容易犯罪。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官越大呢，犯罪比例越高。那這樣就說明一件事情，表示說我們剛剛講的說監督不夠強，或者監督呢有名無實。所以結論就是，因為這個制度，所以導致這種結果。這就是我們現在最簡單的結論。那當然，在剛剛談到最高層的這些權鬥當中哦，中共大概我們也會談到說，還有包含他們在整個村的一些部分哦。我們看到資料這邊就是從2026年的第一季哦，全國就有2.3個村幹部被抓，他就等於每小時就有10個土皇帝落馬。但是他開始抓到這個村支書，就是村黨支部的這些書記啊、村主任，所以有人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這也代表說他的貪腐已經深入到他真的是很底層的狀況，也就是有樣學樣，上梁不正下梁歪哦。所以當然特別在中國現在經濟下行，然後地方財政困難，但是不是也代表這目前來講也是中國的不得不的部分，也就是地方的財政，大家也說了，也嚴重的緊縮，到底是不得不要想辦法去刮取這個所謂的民眾的這些利益，或者是我覺得他們也覺得這個可能未來政權都不太穩定了，趁能撈就撈，能混就混，趕快去撈這一筆。老師怎麼看呢？
Surfshark 讓你在享受網絡便利的同時，也能兼顧隱私與安全。其實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在日常上網的過程當中，你的 IP 位置、瀏覽記錄很可能正在被網絡的業者、廣告商，甚至是駭客持續的追蹤。這時候 Surfshark 就是一個非常實用的網絡安全工具。只要你打開 Surfshark 的連線，就可以加密網絡，同時隱藏你真實的 IP， 讓你的上網行為不容易被掌握。那麼 VPN 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它就是一種保護你網絡連線的技術，讓你在使用網絡的同時，也能同步守護你個人的隱私。使用 Surfshark， 你可以做到以下的幾件事情，像是你可以突破地區的限制，不論是影音平台或者是各類的網站，都可以自由的瀏覽。那另外我們有 Clean Web 功能，它可以阻擋彈出這個廣告和上百個已知的這個釣魚網站。最新的 email 詐騙測器也能辨識出有詐騙風險的郵件，讓你上網的風險降到最低，保護你的個資。現在只要前往 surfshark.com/free8888，輸入優惠碼 free8888 4個8，就能獲得額外4個月的服務。現在就開始使用 Surfshark， 讓你的上網更安全也更自在。當然了，所以我们剛剛講說，習近平呢上台，你說是靠打貪腐起家，沒有錯了。他這個當時大概最這個震懾人心的一炮呢，就是打貪腐。這個事情我們都猜到了。可是你看打了這麼10幾年下來，你是不是有印象？覺得第一越打越多。對，我覺得他們自己內部比例也是說貪腐的狀況是越打越大，對，越打越多。然後好像越打越貪，然後越打越大，這表示說這個很有問題。那剛才我們把大的講完了，現在我們回頭講講小的。村幹部或村支書這一層呢，還真的就是說，以一個政權角度來看呢，算是最底層的了。官當然不大了，但權力倒不小啊。你如果仔細看，這一般大家在大陸生活過的，尤其在這個鄉村呢或城鄉這些生活過，你就很清楚。這些村支書呢，他手上有土地，有宅基地，然後有低保，有這個扶貧補助，然後有工程款。還有村的這個集體的資產等等，這個是他可支配的。另外就是他有自己方面土稅收啊，那或者各種攤派啦，或者說奇怪名目不一的那種罰款啊什麼的，那就更沒辦法說了。所以你說打這些大老虎，那當然很好了。大家每天看報的時候看這個新聞聯播呢，很有感觸。那問題是老百姓每天碰到，尤其是幾億老百姓每天碰到，你不就你村門口那個支書嗎？或那個村委的那個主任嗎？所以你看了就是這個情況。村裡面我覺得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啊，就是原來它是一個2元體系，譬如說這個這個村黨支部，然後這個村民委員會，它本來是個2元體系，在很多地方它變成一肩跳，變1元化了。你原來啊，在共產黨體系下面，這種2元呢，它的監督的力量已經不夠了。再把它合併的時候呢，那基本上是叫做沒有監督，所以它問題變得更加嚴重。我們看到就是第一呢，大概幾個問題。其實土皇帝這個事情呢，不是今天開始的，從很早就已經就這樣講了。共產黨建政沒有多久，在地方上，在農村呢，去推行土改開始呢，土皇帝的現象已經出現。到了文革前後，這情況變得就非常嚴重。那現在就一路延續下來。那後來我在海外也碰到很多那些上山下鄉過那些知青，然後後來考到了大學，就出國留學。他們跟我講那些土皇帝那些嘴臉呢，你是真的沒辦法想象。那在我們看來，就跟這地方的惡霸一樣，就簡單說就合法流氓了，就這麼回事兒。他權力大，然後沒有約束，所以他有很多事情他必須處理啊。譬如說農村土地徵用的問題，他要處理；然後剛剛不是講說村的集體資產的處理，還有他要處理；然後這個危險的房屋的改造，那他要處理；低保的評定他要處理；然後罰款啊什麼等等他要處理。所有這些權力都抓在他手上，而且沒有外部制衡，他本身有監制衡，理論上監制衡力量。那你說他會監督自己嗎？不太可能。我們都說，權力導致人腐敗。
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那這個現象在村支書身上，或在這個村的這個一肩挑的這些基層幹部身上，那看得最佳清楚。好，那你說他個人的情況，中國的社會呢，它跟宗族的關係很近，跟家族關係很近，而且我們常常看小說，不管看以前小說也好，看現在小說也好，你可以看到呢，很多時候呢會出現這樣的地方上，你說的黑社會也不完全黑社會，那這樣說吧，地方上的利益集團，這樣講比較準確，因為它不一定黑，當然黑社會也在地方利益集團裡面。好，地方上的利益集團跟地方上的宗族勢力，這兩者有時候呢是交錯的，有時候是切開的，但不管怎麼樣，就是你做村支書或者做村委會的這個主任也好，你得應付這兩邊啊。那有人呢就利用他這個位置呢，他去他順便聯絡了兩邊，甚至他同時掌控两邊，那你拿來一點辦法沒有？這現象我們其實在文革之後呢，尤其上山下鄉的時候，那些知青身上看得最清楚。好，那再來就是你說，如果說這個社會走到這一步呢，你有比較強的法治觀念，那還可以。但中國大陸法治觀念，我們曉得一般是比較薄弱的。我一直在講，我說前幾年你在人民日報上一天到晚看到辯論什麼呢？黨大還是法大？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這不用講的，一定是法律比較大。台灣如果說黨比較大，這黨都被轟下來了，這黨不用玩了，對啊，对不對？很簡單，你講把你登個在新聞上跑個2天，你下次不用選舉，你絕對不用選舉了。對，很難講有一個黨主席說我們的党比國家體制大，比國家法律大，沒有人敢講的話啊。那而中國大陸呢，他經常還在辯論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需要辯論，表示你根本沒想清楚。比方說黨絕對比法大，你才要辯論這個問題。所以在這情況下，那這個情況就變得更加惡劣。那最後一個就是，如果都已經這樣的話，那還有辦法換人，譬如說這個村支書或什麼，他實在不行了，那換人。你若有比較經常的換血的話，那可以不是像這樣。我不是說不可以打貪，當然打貪是件好事情，但打貪是什麼？政治運動型。大家所謂政治運動什麼不對？法律呢是沒有高峰期跟低峰期的。法律是應該是從頭到尾都是很公平，然後很嚴厲的，或很這樣說，至少很嚴明的在推動的。沒有說今天法律兇點，然後明天法律不那麼兇，後天法律兇點，然後這大後天法律不兇，沒有這種事情。法律應該是一樣的，不變的，橫平的。你說現在是打了23000名村官啊，很了不起了，是這一波很了不起了。這一波打完，下一波呢，他來了是不是又腐敗呢？然後你過幾年再打一次呢？比如說這種是政治運動型的。所以它沒有一個合法的、合理的，然後比較規則化的退出機制的話，就我能夠固定換血的話，不管是用選舉了或甄試或什麼，你能固定換的話，那始終會出問題。那中國大陸這些村支書呢，或者村官呢，第一層村官出問題呢，其實很大原因呢就在於這些地方。那當然，如果我們剛剛聽起來這個包含這個中央委員的犯罪率是5到10%，中央軍委更高達71%。只是為什麼體制內大家還是會認為不斷的還是有人追逐高位？老師怎麼看待這一波現象？我記得我們過去啊，在別的這個角度談過這個問題。我們說，一個社會或一個體制裡面呢，你若沒有監督的話，是很危險的事情。那共產黨呢，原來是宣稱打造一個完全平等的無階級的社會。大家回去，你就回去你的書本上找到。當初他們罵中國國民黨的口號，你現在全部來對一下。而且絕對比國民党嚴重10倍、100倍、1000倍都不止，對不對？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剛剛講，就是說，你在一個社會或在一個體制裡面，你沒有監督的話是不行的，一定要監督，因為人性有善有惡。後來我就問過學生一個問題，我說這樣的哈。如果有一次突然某一天發生某件很奇怪的事情，每一個人呢有24小時，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然後做完之後呢，將來所有你得到的東西都屬於你，然後不會被追究，不會被怎麼樣，不會被別人發現。我說這24小時你會幹什麼？你會幹什麼？我問完之後呢，我當然沒有要學生回答，90%幾的學生臉上露出詭譎的笑容。他們像搶銀行的，搶銀行的啦，殺人放火的啦，或者是做一些什麼不法的勾當什麼等等。那有幾個人正氣凛然，我一看我就問他說：“你要幹嘛？”我要除暴安良。
我要推翻共產黨，我要幹什麼？這種是極少數的。所以我講就是說人性的善惡兩面，我講這個意思。也就是如果說我們從古到今都曉得人性有善有惡兩面，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抑制或約束惡端，發揚或者培養善端，是不是這樣？教育也是這樣，然後道德也是如此，宗教也是如此，法律當然也是這樣，法律只是最後的一個底線而已。那如果說你沒有這種，因為你在國會你很清楚了，你就負責監督的嘛。因為如果沒有監督的話，第一有內部監督算有點用。那如果說有內部監督，再有外部監督也更有用。就我們講的自律跟他律啦，因為人都有人性，有他律還是好事。對，而他律如果說只有一個可能不夠，有多個他律的話，那效果就非常好，那就交叉他律嘛。好，那就來了。所以我過去講過說，在1940年代呢，當共產主義在全球風行的時候，很多國家，東歐這個國家，哇一下就共產化了。所以當時的南斯拉夫呢，就有一個副總統叫吉拉斯，我們在節目上講過這件事情，他就很清楚的看到，他說我們這樣走下去很危險，他將來呢，我們一定會變成我們是推翻的這種人，我們會變成一個新的階級，我們現在是打着階級鬥爭、階級戰爭的名號，把這舊的、腐朽的、沒落的、貪污的，然後腐敗的這個階層推翻了，然後我們現在上來一個乾淨的新階級。但是他說，如果這樣走下去，我相信我們會變成跟他們一樣，會變成新階級。後來他因為這本書跟這番話呢，被鬥爭了去坐牢，但他至死不悔改。然後後來活了年紀很大，然後放出來了。那麼也就是說，共產黨他雖然想打造一個平等的社會，最後打造出是一個階級森嚴的社會，是不是這樣？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那些就是如此了。好，那這個階級森嚴的社會，在很多地方各位都可以看得見，我就不用細說了。我們只講最簡單的，就講退休金的部分。退休金呢，最能夠表現出你不在位之後，你的日子跟別人比起來怎麼樣，這個最清楚了。好，那一般來說呢，拿退休金這些呢，大家講說差不多是分三大類啊，體制內嘛啊，大概三大類啊，比如說機關事業單位啦。然後這個吃皇糧的啦，然後狹義的官員啦，然後什麼企事業單位什麼的，把這都算起來。所以這樣算起來大概是怎麼樣呢？狹義的公務員呢，就狹義官員呢，大概在職的差不多700-800萬，退職的300-500萬。然後這個參公管理人員呢，像什麼工會啊、婦聯這些呢，在職差不多1300萬，然後退休差不多500萬。企事業單位呢，差不多3100萬，然後退休差不多1500到2000萬，啊，教師啊、醫生啊什麼等等，所以合計呢，廣義來說呢，大概是差不多5100萬，然後退休到2200到3000萬，2200萬到3000萬，就我們剛剛講說領取養老金的這些，那麼這些2-3千萬人呢，大概他們到什麼地步呢？大概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呢，大家都很清楚，退休的養老金呢，平均差不多6000到7000塊這個人民幣，算台幣的話，差不多27000到差不多4萬塊左右啊。這第一個。第二，如果是企業退休人員呢，大概是3200塊，比剛剛來講呢，已經少了一半多一點點了。農民呢，各位很清楚，200塊錢。那如果再算第四類，離退休老幹部呢，那就不一樣了。那這些講的是1949年前後就參加工作的老高官員。他們退休的待遇呢，跟在職的待遇呢，基本上是一樣的。所以你這樣算的話，比如說，這麼差不多2-3千萬人呢，他佔全體這個領這些退休金呢，大概1.4億人左右的呢，大概人數差不多佔15%到20%，就差不多1/5到1/6了，1/5到1/7左右。但他領的那些錢呢，比例呢，剛剛講了。你跟一般企業退休來說，大概高1倍多一點點。你如果跟這些農民比的話呢，剛剛講說16倍到20倍，甚至到30倍。所以剛剛講說打造一個完全平等的社會，
現在我看見打造出一個是非常不平等的社會。那我們看到這一波前面談到，不管黨員出事啦，這個中央出事，軍委出事，村幹部也出事，這個接下來大家就會好奇，這套制度它在運作下去到底會如何？加上老師剛剛所提到的，他要去運作這一個樣態來講，它未來的成本基本上也會非常的高。那另外一個部分是，當談到大家很好奇中國的法院受審理的案件哦，我們看到一些資料是他說他大概有3748萬件啊，那結案的有3000，那是全國吧？对，全國對，那結案的有3620萬件哦。光是在北京的法院呢，2025年就收案135萬291件哦，那結案的有121萬6193件哦，所以他們說他們的立案率是接近100%哦，結案率也93%。看起來這個數字當然是一片的美好，但當然我們剛剛已經說了，在中國事實上是不是還是有許多基本上是那種民眾受到委屈，還是被人家壓制？特別如果談到這個，大家就談到中國的上訪，到現在每年都還有將近1000萬要去進京啊，進京這到底是多麼這個威權的體制，或者過去封建的體制，還有去進京去鳴鼓聲樂，老師怎麼看呢？這事情講起來是真是。所以剛才這就我們剛才題目的延伸了，也就是你有特權的話呢，你的法律就不會公平，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那時候大家講說啊，這個中國大陸將來怎麼走？因為文革之後大家問說將來怎麼走，很多人說啊，當然民主了，但那個大家不太敢想。所以那個時候呢，很多人想什麼呢？想走成新加坡那個樣子，走成新加坡那樣子，他們老百姓沒有民主。沒有他的自由呢，受了一些限制的，但他生活得很好，因為他的國家政策什麼，然後官員相对清廉，法律相对公正。一方面就是李光耀自己是留學英國的，所以他把英國那個制度大體搬過來了。但是一個最大差別就是新加坡呢沒有一個龐大的太子黨，對不對？這是很大的問題。所以一旦有一個龐大的太子黨之後呢，太子黨就會弄權，他就有各種機會去搞各種各樣的權利。如果說今天這個軍人的待遇比較好，我們就去參軍了。如果今天這個做商人比較好，我們就通通下海了。如果今天幹什麼好，我們通常跑回做那個。那比方說有一個特權階層在這裡的時候，這社會就沒辦法公平。而社會一旦不公平的時候呢，最後保障社會公平的呢，通常是法律體系。法律體系是保障這社會公平跟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因為之前的防線一道是道德，一道是宗教。那道德跟宗教都被削弱到很嚴重的時候呢，就剩法律。如果法律再不可靠的話呢，我在想最後呢就等着暴動，我等着革命了，大概就這樣。所以今天你剛問到就是我們從一路上談說犯罪率這樣就談下來，那現在談到就是具體要不要定罪什麼等等，是對你剛剛講這些數字很有道理。我們看不管是全國的這個數字也好，或看這個北京法院數字也好，立案率都很漂亮，它接近100%。等一下我們解釋這件事情，立案率接近100%，但是問題是什麼叫立案率？過去我講過一件事情，我們都說失業率啊，台灣失業率多少很嚴重了，大陸失業率不是每個人找不到工作你都可以變成失業率的，對不對？這是最大的問題。換說如何統計？你的統計口徑是什麼？官方當然說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但現在就是哪些案件可以受理，哪些案件不可以受理，本身就決定了立案率嘛。比如說政治敏感案立案嗎？行政爭議案立案嗎？群體性事件立案嗎？信訪案件，你剛剛說的每年差不多1000萬件，累積下來1000萬件，每年開兩會的時候，在外面多少上訪跟解訪，我們大家都很清楚。那你說這事情不就有反映在這個立案率裡面沒有啊？不然就不會有上訪了。不然就如果立案率100%，它就沒有什麼上訪了。台灣也有上訪，台灣比如說你看到有人站在法院前面，大家拉一個布條，然後寫了血紅的大字說什麼什麼，一年我們總會看到幾件的，對吧？我們都知道，你在立法院不時也會看到前面一堆人在那邊就又哭又鬧的或幹什麼，那有真的有冤屈啊，那沒話講，那是有，但那比例是比較低的。那如果說一個國家，你知道人口多到那每年1000萬件，那表示說你的這個法律是有很大問題的。所以立案本身成不成案呢，就是很大問題。哪怕你給我表面數字很漂亮，
這跟中國大陸 GDP 數字是一樣的嗎？你給我5%、6%，你真的做到了嗎？啊，這第一點。第二呢，結案率他就說很高啊，結案率什麼到多少件，然後結案率增長多少等等，所有這東西呢都應該這樣講，就跟剛剛講的統計口徑是一樣的意思。結案率漂亮，並不代表說你真的審得公平啊，並不代表你審得公平，也不代表說你真的就是得到了解決。好，然後再第三呢，就是他審得很快。他說我在這個審理的這個限期時間之內呢，我就審完了。審完了，審得快跟審得公平是兩件事情。我們有時候寧可就是慢一點點，但你要公平，因為我們剛剛講了，維持社會公平和穩定的最後底線是法律。如果法律不能提供公平的話，它最後就一定破壞穩定。現在就這麼個情況。所以剛剛講說上訪還這麼嚴重，而大家不要忘記了，我們都很清楚，上訪既然這麼嚴重，還經過層層解訪的結果呢。就層層解訪之後，對啊，大家都看到什麼箱型車把人拖走，沒有錯，這個公然這個綁架嗎？你如果看見層層解訪之後還有這麼多上訪，那如果不解訪的話，那上訪有多少？你把這加起來就說清楚了。中國大陸司法到什麼地步嘛？不就是這樣子嗎？好，那就算你都立案了，就算都審完了，就算你都公平審判了，最後是不是能夠執行？這點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你也看到說，執行要靠什麼強制執行啦，要給什麼失信名單啦，然後又什麼拒絕執行的這個什麼線索之類的，你要靠這些才能推動，比方說你執行有問題。所以我們常看的就是說，警察本身也就是罪犯了。我們前一陣子講過說什麼，叫什麼遠洋捕撈，遠洋捕撈不就警察犯罪嗎？就這個省的公安到那個省去抓人，就這邊把人家錢給撈掉了，把錢給吃掉了。那時候我就講，我說遠洋捕撈，在過程會近海捕撈，那現在都出來了。所以這些事情都說明了大陸的司法的問題。所以歸結來歸結去，我說真的是體制的問題，大家得想清楚。這個體制不改掉呢，所有這個問題將來只會越演越烈，越變越糟。我覺得很謝謝明老師哦，這真的是給大家一堂民主補課哦。我覺得當然也讓一方面從大陸的朋友了解到當初共產主義震天價響的在推翻，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真的有心嗎？會不會像老師所說的，現在不過就是換一群人數鈔票，基本上你還是被奴役着。我覺得這是一個悲哀的事情。我必須說，台灣民眾還是可以罵，指着這個鼻子，這個罵着我們的這個官員總統，沒有什麼問題，這個不用擔心，這個晚上會有人衝進去。但另外一個不能讓台灣的民眾補課是，既然有人這麼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這個中國體制哦，我覺得這是一件讓我必須說，從我的角度是非常震撼跟擔憂的事情啊。所以也謝謝老師哦，真的幫大家再做一下民主的補課。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集的節目，也歡迎幫我們轉傳、按讚、分享給更多的好朋友。特別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有任何的建議要補充的部分，我每次都說我很喜歡大家是一群線上的評論員哦，都給我們很好的一些意見跟內容。這些內容我覺得真的有時候會讓我有很多的一些發揮有很多的一個想象跟讓我有機會可以多一點學習跟成長，所以非常的感謝大家，像一個家庭一樣，我們大家共同來努力了。當我們有知道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大家一起持續來加油。再次謝謝老師，也感謝大家的收看，謝謝。對啊，老師，其實您很了解共產黨。剛剛提到的，就是你明明知道當初他喊的在想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樣態，現在全沒有，這怎麼大家會能再忍受這樣的一些狀態？現在是高壓了，所以我們一直講說這是高壓鍋嘛。我們怕就怕在這裡，你明明曉得是高壓鍋了，你還在不斷在加壓，你不是想辦法去紓壓？所有問題都是用壓的辦法來解決，解決不了的。最後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搞到就無路可走為止。這個我們真的不要怕。對啊，這制度的部分也是每次老師我就說幫大家做許多堂。當然講補課大家不要介意哦，這不是說我們這比較厲害幹嘛，是說這些程序真的我們必要互相提醒，來增加台灣民主的韌性哦。台灣不完美啊，但這個真的像我喜歡老師講的不然你要選擇另外一種制度沒有啊，這才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們比較悲觀就在這裡。這個大家一起努力哦。再次謝謝老師，謝謝。